8名男子进入洞穴寻找黄金。随着他们不断深入洞穴，两支队伍逐渐分开，其中2人继续向更深处前进，探索那些几乎从未有人到达过的新区域。另外6人则留在较靠外的位置，大约在第5洞室附近寻找黄金。而此时洞外却下起了大雨，在洪水疯狂涌入时，其中1名矿工竟然成功沿着原路逃向洞口。随后一场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就此展开，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老挝洞穴救援事件。这座矿洞并不是旅游景点，也不是经过开发的天然洞穴，而是当地矿工长期人工开凿出来的地下矿道。为了寻找黄金，他们必须不断向山体深处掘进，洞内通道狭窄曲折，很多地方只能匍匐前行，甚至连1名成年人转身都十分困难。就在8人进入矿洞后不久，一场持续不断的暴雨突然席卷老挝中部山区，雨水顺着山坡流下，迅速灌入地下裂缝，最终全部汇入这座矿洞。最初，矿工们只是听见四周传来滴水声，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。可随着时间推移，滴水逐渐变成细流，细流又迅速演变成洪水，原本还能勉强通过的低洼通道很快便被浑浊的泥水吞没。与此同时，8名矿工也因为作业区域不同被分成了2组，其中6人在第5洞室附近寻找金矿，而另外2人则继续深入更深处，希望找到新的矿脉。他们谁都没有想到，身后的退路正在一点点消失。等到众人意识到情况不对时，洪水已经彻底封死了出口。幸运的是，其中1名矿工赶在洞口完全被淹没之前，拼尽全力逃了出来。他第一时间跑到附近村镇报警，告诉救援人员，还有7名同伴仍然困在洞穴深处。消息传出后，整个老挝迅速展开救援行动。然而，当救援人员来到现场时，所有人才真正意识到，这次救援远比想象中困难，因为这里根本不是普通洞穴，整个矿井只有300多米长，却全部由人工开凿而成，通道狭窄的令人难以置信，有些地方宽度不足60厘米，成年人必须侧身甚至完全贴着岩壁才能勉强通过。更危险的是，洞内没有完整地，没人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岔路，也没人知道洪水已经蔓延到哪里。随着雨势不断加大，积水还在持续上涨，救援人员很快意识到，仅靠当地力量已经无法完成这项任务。消息传到国际社会后，多支专业洞穴救援队陆续赶到老挝，来自泰国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专业洞穴潜水员相继抵达现场，其中不少人曾参与过2018年泰国少年足球队洞穴救援。面对眼前的困境，救援队制定了3套方案。第一套方案是利用大型水泵不断抽水，希望降低洞内水位，让矿工沿着原路自行撤离。可现实却十分残酷，当时正值雨季，抽出的水还没有排完，新的雨水又不断灌入矿井，进水速度远远超过抽水速度，这套方案几乎无法奏效。第二套方案是由潜水员直接进入洞穴，然而潜水员刚进入矿井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由于通道太窄，他们无法像普通潜水一样把氧气瓶背在身后，只能把气瓶推在前面，或者拖在身后慢慢前进。有些地方他们甚至必须先把肺里的空气呼出去，身体才能勉强挤过岩石缝隙。每前进1米都要消耗大量体力，除了狭窄的空间，浑浊的泥水也让能见度几乎降为0。潜水员只能依靠绳索和经验一点点摸索前进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支搜救队则开始执行第3套方案。他们分散到整座山上，希望找到能够通向矿井深处的裂缝、竖井或者天然通风口。但连续几天过去，始终没有发现真正能够进入矿井的新入口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洞内7名矿工的氧气正在不断减少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，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被困在哪里。连续3天，潜水员不断深入矿井，一边搜索一边记录洞内路线，直到5月27日，一束手电光终于照亮了第5洞室。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。5名矿工正蜷缩在一块高于水面的岩石平台上，他们浑身沾满泥浆，神情疲惫。但当手电光照到他们脸上的那一刻，潜水员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他们还活着。被困整整7天后，这5名矿工终于等来了第一批救援人员。潜水员立即为他们送上饮用水、食物、口服补液盐以及最基本的医疗用品。由于长时间没有正常进食，救援人员不敢让他们一次吃得太多。与此同时，潜水员还从矿工口中了解到，另外2名同伴并没有和他们在一起，而是进入了更深的矿井。至于他们是否还活着，没有人能够回答。5名幸存者虽然已经找到，但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。如果不能尽快把他们带出去，持续上涨的洪水和不断下降的氧气浓度仍然会威胁他们的生命。最初，救援队依旧希望继续抽水，让矿工自行走出洞穴，但连续不断的降雨一次又一次打碎了这个计划。最终，指挥部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由专业潜水员带领矿工穿越完全被洪水淹没的狭窄通道，1人1组撤离。对于职业潜水员来说，
这已经是一次高风险行动，而对于从未接触过潜水装备的矿工来说，更是一场真正的生死考验。救援开始前，潜水员在第5洞室内临时开展培训，教他们如何佩戴面罩，如何使用呼吸调节器，以及遇到危险时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保持冷静。因为在那些最狭窄的地方，一旦出现恐慌，摘下面罩，或者身体卡在岩壁之间，不仅自己会失去生存机会，就连负责救援的潜水员也可能被困在水下。5月29日，第1名矿工开始撤离，2名潜水员一前一后将他护送进入漆黑的洪水之中。短短300多米的距离，却耗费了整整37分钟。最终，当第1名矿工成功走出洞口时，现场所有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欢呼，因为这证明这套方案可以成功。随后，救援队开始准备将剩余4人依次带出。然而，就在大家准备再次进入矿井时，意外发生了。随着连续抽水，加上当天降雨减弱，矿井内部分区域的水位比预期下降得更快。剩余4名矿工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，在救援人员的引导下，自行穿过已经露出的部分通道，最终全部安全离开矿井。至此，进入第5洞室的5名矿工全部获救。为了寻找最后2人，潜水员多次尝试继续向深处推进，但第5洞室尽头的一条裂缝实在太过狭窄，再加上洪水不断回灌，即使经验丰富的专业潜水员也难以前进一步。与此同时，搜救人员继续在山体上寻找新的入口，希望能够从上方直接进入更深区域。他们发现了一处垂直竖井，并派专业人员下降数十米进行探查，但最终依旧是一条死路。搜救过程中还曾传出洞内出现敲击声的消息，一度让外界认为最后2名矿工可能仍然生还。但参与行动的救援人员后来澄清，那只是搜救人员敲击岩壁进行探测时产生的误会，并不能证明洞内还有生命迹象。随着时间不断推移，希望越来越渺茫。经过2个多星期的持续搜救，始终没有发现最后2名矿工的踪迹。2020年6月6日，官方宣布结束搜救行动。然而，这场历时10多天、牵动无数人关注的洞穴救援，却留下了一个始终没有答案的疑问：最后2名矿工到底去了哪里？有人认为他们可能被困在更深的矿井中，最终未能逃生；也有人提出另一种猜测，认为2人或许在洪水初期已经自行逃离，只是因为非法进入矿井采金，不愿公开身份。但无论哪一种说法，都没有得到官方证实。最终，这场救援以5人成功获救，2人下落不明的结果画上句号。这就是本期事件的全部内容了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